Dreamcast 是世嘉推出的最后一款游戏主机。关于这款主机 CPU 和 GPU 的硬件规格与工作原理，我已经在上一期视频中进行了详细的解析。这一期呢，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DC 的这款 PowerVR 2 GPU 支持的几个有趣的特性，以及这些特性是如何提升 DC 游戏的画面品质的。在上期的结尾，咱们讲到构建一个宏大的 3D 场景，不仅需要大量的多边形模型，还需要海量的纹理贴图来贴在这些多边形上，而纹理贴图是非常占显存的。DC 的8兆显存只能存放8张512×512的32位贴图，所以为了解决纹理贴图占用显存过大的问题， DC 的 GPU 可以使用一种叫做向量量化压缩的纹理贴图来减少显存的占用，英文叫做 Vector Quantization Texture， 简称 VQ 贴图。VQ 贴图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感觉很高大上，但它的思想其实和 PS1 支持的那种颜色查找表贴图是差不多的，都是使用查表的方式来减少纹理贴图所占用的内存空间。但 PS1 支持的那种颜色查找表贴图，索引最大只能使用8位二进制数，也就是说整个图片只能出现2的8次方，也就是256种颜色。而 DC 的这种 VQ 贴图虽然索引也是8位的，但它索引的却是2×2，也就是4个像素的正方形小图块，所以 VQ 贴图上最多可以出现2的8次方乘以4，也就是1024种颜色。由于 VQ 贴图是使用8位二进制数，也就是使用1个字节的索引去查找8个字节的2×2像素块，所以 DC 的这种 VQ 贴图的极限压缩比就是8:1。但由于还需要固定的额外2KB 存储空间去存储 VQ 贴图的颜色查找表，所以在原图分辨率很低的情况下， VQ 压缩之后的数据量反而比原图的数据量还要大。但随着图片分辨率的提高，颜色查找表的那2KB 大小就会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整体的压缩率也就会越来越接近8:1。相比于 PS1 的那种颜色查找表2:1的压缩比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无论图片的分辨率有多高， VQ 贴图整张图片都必须使用颜色查找表里面的256个2×2的图块拼接而成，这就导致压缩前图片分辨率越高，压缩后的色彩准确度就越差，色彩断层的感觉也就会越明显。不过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可以在压缩的时候使用 Color Dithering 颜色抖动技术，它会让不同颜色之间的过渡看起来更柔和一些。VQ 贴图解压的速度非常快，解压的算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拿着索引去像素块查找表里面找到相应的像素块贴上去就行了。但怎么把一张图片压缩成 VQ 贴图，那就比较复杂了。对一张图片进行 VQ 压缩，简单来说就相当于要把图片中所有的颜色在颜色空间中分成若干个分组，每个分组内的所有颜色都用同一个颜色来近似表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你想得到全局最优的结果，需要的计算量将会非常的大，所以只能使用一些启发式的算法来获得一个通常不是全局最优，但看起来效果还不错的结果。但即使是使用这些启发式算法，压缩一张图片的时间也非常的长。但好在你并不需要在游戏中实时的去压缩这些 VQ 贴图，因为这些 VQ 贴图都是在游戏的开发过程中进行压缩的，所以即使开发者需要花5到10分钟才能压缩完一张贴图，对于玩家来说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除了 VQ 贴图以外， DC 还支持另外一种有趣的贴图格式，这种贴图格式叫 Bump Map， 翻译成中文叫做凹凸贴图，或者叫凸凹贴图。按照女士优先的原则，那还是叫凹凸贴图吧。DC 是第一款支持凹凸贴图技术的游戏主机。广义上来说，任何能让一个多边形表面呈现凹凸感的贴图都可以被称作凹凸贴图。现代游戏中经常使用的法线贴图也是凹凸贴图的一种实现方案。那么凹凸贴图为什么能给多边形的表面增加凹凸的细节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游戏中的光照是怎么样被计算出来的。在 DC 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图形硬件还都在使用顶点光照的方法来为多边形计算光照。所谓顶点光照，就是只在多边形的顶点处计算光照的强度。多边形内部表面的光照强度是根据顶点处的光照强度差值获得的。对于平行光，也就是类似于太阳发出的光来说，计算某个顶点处的漫反射的光照强度，只需要把顶点处的法线方向与光源方向做点击即可。但大家不难发现，对于一个三角形来说，它的3个顶点都在一个平面上，理论上它们3个顶点的法线都应该会朝着同一个方向，所以三角形内部的光照强度应该看起来全部都是一样的。
即使是人为的把它们3个顶点的法线调整成不同的方向，三角形内部的漫反射光照强度看起来也会以一个非常均匀的方式来变化。这种效果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三角形的表面是非常平整的，没有任何凹凸的细节。而 DC 的这种凹凸贴图，通过修改三角形内部法线的方式，让光照计算的结果在三角形的内部出现了不均匀的明暗变化，从而让三角形的表面看起来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凹凸细节。注意，这种凹凸细节并不会修改多边形表面的几何结构，多边形的表面从几何上来说仍然是平板一块，只是这个平板的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些凹凸细节而已。DC 使用的这种凹凸贴图与现代的法线贴图不同，它存储的是多边形表面法线方向在极坐标系下的2个极角的角度。GPU 在计算光照时，需要把场景中光源的方向同样变换到凹凸贴图的那个极坐标系下，然后再让光源方向与凹凸贴图中的法线方向在同一个坐标系下做点击，就可以计算出带有凹凸细节的光照效果。这种计算方法乍一看好像没啥问题，而且也确实能给物体的表面提供一些凹凸的细节感，但这种方法却很难提供精确或者说正确的计算结果。原因就在于这种凹凸贴图存储的是代表法线方向的2个极角，而2个差别不大的法线方向可能会产生出2个差别非常大的极角。如果在这种凹凸贴图中使用双线性过滤，将会让凹凸细节的法线产生非常剧烈的旋转，导致光照计算结果的失真。但如果不使用双线性过滤，那么物体表面的凹凸细节看起来就会出现很强的马赛克的感觉。所以由于存在这些缺点， DC 的这种凹凸贴图技术就慢慢的被现代的 Dot3 法线贴图技术所取代。关于现代法线贴图的知识，在后续的节目中呢，我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如果您想听的话，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不过要在 DC 平台上绘制带凹凸贴图的多边形，直接用凹凸贴图去画那是不行的。通常的做法是需要首先设置好凹凸贴图和光照参数，先绘制一次这个多边形，计算出带有凹凸感的光照强度，然后再使用正常的纹理贴图再绘制一次这个多边形，让第2次绘制的多边形的颜色与第1次绘制的光照强度做混合，从而绘制出一个看起来带有凹凸细节的多边形。当然，从这个绘制的流程，你也可以看出，绘制带凹凸贴图的多边形需要把同一个多边形绘制2次，相比于普通的多边形绘制，肯定会消耗更多的性能。所以，开发者在 DC 平台的游戏中，也是需要谨慎的使用带有凹凸贴图的多边形，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性能消耗。虽然使用凹凸贴图可以让 DC 绘制出细节更丰富、真实感更强的场景与角色，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会去追求细节丰富、真实感强的游戏画面。有些游戏呢会刻意减少贴图中的细节，并且人为的让光照产生不连续的亮度变化，最后再给模型的外轮廓增加一些描边，进而达到类似于手绘卡通片的效果。这种技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卡通渲染技术。DC 平台上的 Jet Set Radio 可能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使用了卡通渲染技术的游戏。虽然比它早几个月发售的 Fear Effect 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卡通渲染的意思，但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 Fear Effect 只是把人物的贴图画成了卡通的样子而已，完全没有任何的实时光照计算。而 Jet Set Radio 的人物不仅有动态生成的卡通色阶效果，还有动态生成的角色轮廓描边，甚至还可以接收场景物体投射出来的阴影。而我们都知道，普通的光照计算会让多边形表面的光照强度产生一个非常平滑的颜色过渡，无法做出反差强烈的卡通色阶效果。那么 Jet Set Radio 是怎么在 DC 的硬件上实现这种卡通渲染效果的呢？答案就是 DC 支持一种特殊的多边形绘制方式 Modifier Volume。 这玩意儿呢并没有官方的中文名，所以这里我就暂且把它叫做修饰体吧。要想明白修饰体这玩意儿是干嘛的，举个例子理解起来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假如我们现在场景里面有一个楼梯的模型，我们先把这个楼梯的模型提交给 GPU 绘制，然后我们再向 GPU 提交一个长方体形状的修饰体。这个修饰体呢会与楼梯的模型有一部分的相交，这时候场景就存在了2个区域，一个是被修饰体罩住的区域1，一个是没被修饰体罩住的区域0。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对区域1进行一定程度的修饰。最常见的用法就是把区域1的亮度降低一部分，这样就模拟出了区域1被阴影笼罩的感觉。所以我们只要把一个适当形状的修饰体照在角色背光的一侧，就可以实现角色背光一侧突然变暗的卡通渲染效果了。
也许有些观众朋友们会好奇，这个修饰体的功能在 DC 的硬件里面是如何实现的呢？很遗憾，在公开的开发文档中并没有关于修饰体如何在硬件中实现的描述。不过，按照 DC 开发文档中对修饰体功能以及使用方法的描述，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修饰体的实现方法应该非常类似于 Shadow Volume， 也就是阴影体的实现方法。这种阴影体技术使用与屏幕分辨率相同的模板缓存，对修饰体的正面与反面的像素是否绘制成功进行计数。如果成功绘制了正面的像素，相应位置的模板值就加1；如果成功绘制了反面的像素，相应的模板值就会减1。如果某一个像素的最终模板值是0，那就相当于它不在修饰体的内部；如果某一个像素最终的模板值不是0，那就相当于它处于修饰体的内部。所有的修饰体都绘制完成后，我们只需要对模板值不为0的所有像素执行降低亮度的操作，就可以实现让修饰体内部的多边形接受阴影的效果。顺便说一句，在 PC 平台上最知名的大规模应用此类技术制作阴影效果的游戏是2004年的 ID Software 的 Doom 3， 而早在1998年上市的 DC 就已经在硬件中支持了类似的功能，不得不说真的是先烈呀。讲完了色阶效果，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角色轮廓描边是怎么画出来的。在现代的游戏中，为一个 3D 模型生成轮廓描边有很多种方法，有基于索博算子过滤的这种图像处理的方法，也有根据法线扩张人物模型，然后绘制这个模型的背面形成模型描边的这类几何方法。但 DC 所支持的图形管线并不能使用现代的可编程渲染技术，所以它无法对每个像素使用图像处理的方法来生成轮廓。而根据法线扩张模型的这类方法，不需要对多边形覆盖的每个像素进行计算，只需要把模型的顶点沿着法线方向进行扩张处理即可，需要的算力较低，因而可以在 DC 平台上轻易的实现。虽然 Jet Set Radio 的这个卡通渲染效果现在看上去感觉有点简陋，但它却开创了实时卡通渲染游戏这个品类的画面风格。现代的卡通渲染游戏，例如《崩坏3》和《原神》这种，虽然卡通效果实现的机制与 Jet Set Radio 完全不同，但色阶与描边这两大风格元素依然是现代卡通渲染游戏风格表现的基础。如果对现代游戏的卡通渲染效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刀客的频道，后面我也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现代的卡通渲染技术是怎么实现的哦。虽然 DC 的性能绝对可以说是吊打 PS1 和 N64， 但就在 DC 发售了3个月之后，索尼公布了万众期待的下一代 PlayStation。它号称可以每秒渲染7500万个多边形，是 DC 每秒多边形数纸面数据的10倍，并且光盘格式使用的是 DVD， 直接就能塞盘看小电影，甚至还可以兼容上一代 PS1 的游戏。索尼仅仅是用这个发布会画的一张大饼，就把 DC 砸得原地去世。那么 PS2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它的性能真的比 DC 要强这么多吗？下一期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PS2 这款游戏主机。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忙点赞、收藏、转发、投币。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第一时间收看我的视频。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也欢迎在私信或者评论中告诉刀客。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啦，拜拜。